好，那我们今天要打算透过动态规划来解 LeetCode 当中的一个难题，第1406题啊，所谓的 Stone Game 3啊。那我们这边当然就是谈到的是石头游戏啊，所谓的石头游戏应该就指的应该是一般下棋的里面所谓的棋石，应该不是所谓的石头记哈。石头记上大家知道的话，应该指的就是《红楼梦》。好，好，各位好，这个周末啊，我们解了 LeetCode 的一个难题哈，所谓的石头游戏啊，第3个。那这个石头游戏呢，它在 LeetCode 上面有好几个题目啊。那虽然它标示是难题，实际上来讲，它并没有像另外一个石头游戏2，它反而是比较简单啊，反而是比较简单。那我们看看呢，这个题目大概怎么解？好，那我们就切到我们的简报。那我们先了解哈，那个 LeetCode 当中有一大堆的石头游戏啊，所谓的 Stone Game。那这些都是所谓的零和游戏啊，零和赛局啊，那应该算是 Game Theory 里面的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啊。它一般来讲不是那种合作的一个赛局。那基本上零和游戏的话，零和赛局啊，所有的赛方的利益总和为0或者一个常数哦，所以只要一方有所得，另外一方其他方就会有所失啊，所以那这种游戏的它的一个策略，当然都跟所谓非零和游戏的策略就会完全不同。基本上就是将自己的利益尽量的极大化，将对手的利益极小化，原则上大概就是这样。那像零和游戏里面，当然有常见到的一些例子啊，像是赌博啦、期货啦、选举啦，甚至我们一般的对弈啊，一般的棋艺的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游戏。好，那我们就先简单看到那这里相关的一个题目一个介绍。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叙述还蛮多的。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好了。应该是在下一面。好。那我们这边大家看一下，主要是有2个人对弈一个是 Alice， 另外一个是 Bob， 基本上就用石头那这些石头呢，它原则上我们大概一般来讲是用一个 array 去装看你不同的程式语言可能不同的容器那每一颗石头都有它的一个 value 所谓的 stone value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用一个 array 去装那游戏呢，基本上它是轮流的轮流进行。Alice 先开始，那每个回合它是一个回合的游戏，可以从所剩下的石头当中拿1到3颗石头就限定是1或2或3其他就不行。那每个玩家得分是这些石头值的总和。那我们必须要强调的，它这些值有可能会是负的，所以会有 minus 的一个情况。这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他把这个问题把它列为是比较困难的那之前的
Stone Game 的里面的它那个值应该都是正的啊。那一开始每个玩家的初始的值呢，当然都是0，这没有问题。那游戏目标是以最高分来结束啊，得分最高的获胜。当然有可能会平手啊，有可能会平手。直到所有的石头都被拿走。那看谁玩的比较好啊。如果 Alice 获胜，就返回 Alice 这个字串；如果 Bob 获胜，就返回 Bob 的这个字串；如果是平手，就返回 Tie 这个字串。那原则上，这2个玩家他都是尽其所能的去玩啊，所以都是最优化，他不会有当中放水的可能啊，甚至也没有出现所谓失算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必须先了解。好，接下来我们去看它一些相关的一些例子啊。那这里它在这边它有3个例子，我们3个例子我们都看一下哈。第一个例子，它的石头总共有4颗，1、2、3、7。那你 Alice 先开始嘛，他当然必须从前面开始选啊，从头开始玩。那基本上 Alice 他怎么选？他最多选3颗，1加2加3等于6嘛。所以6全面再怎么选，它一定是小于7嘛。所以第2个玩家就是 Bob 他随便玩都会赢啊，随便玩都会赢。好，所以这个胜方一定是 Bob 啊。那这个我们如果是像这一类游戏，大概我们把整个程式演算法都规划好，大概去执行一下，大家都可以判定啊，谁会赢，谁会输啊，甚至或者是平手的情况啊。如果所有游戏都是这样的话，那这种游戏大概没有玩的价值啊。好，那我们再看第2个例子。第2个例子的话，当然呢，Alice 尽其所能去玩啊，所以他一定是先选前面3个啊，所以加起来一样是6啊。那最后一个是负9啊，负9它是负的嘛，所以 Alice 怎么玩，他都是赢嘛。他当然一定是先选前面3个嘛，他当然不会放水啊，比方说他把3给故意漏掉了，然后 Bob 他下一次他就只选3，然后再留负9再给 Alice 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可能啊，所以题目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选手这个游戏者是不可以放水的，他是尽其所能，不但不能放水，而且他是玩的过程当中他是不会有失误的不会有失误的。好，那我们看第3个第3个情况尽其所能，所以当然是 Alice 玩前面3颗石头加起来是等于6，剩下1颗就是 Bob 拿走了，所以6等于6，当然就是会平手这个情况所以这个3个例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程式上面要怎么撰写这个部分当然很重要好，那程式怎么撰写呢？当然就是你先找它的一些关系嘛这些关系大概原则上就是所谓的递回的关系。当然我们整个程式如果是用纯递回去执行的话，它的整个执行时间会是指数时间那个当然就
就会非常的慢啊，因为它会不断的重复计算啊。那所以我们采用递回方式，但是我们如果是在用一些容器啊，当然我们这里就是加上所谓的额外的记忆体去记录它当中计算的结果啊，可以避免它重复的计算。那么其实这个容器本身，它也就是去记录它所谓当中的一个状态值啊，那基本上也就是一种所谓动态规划的一种方式。好，那我们看看，我们先看单从递回的观点去看哈。我们主要的程式当然就是这个递回的函数 play。假设它是递挨一个石头，那这边呢，我们当然要丢进来整个所有stone value 呢，它这个整个的一个阵列。那 n 的话，应该就是它这个阵列的一个长度。好，那我们先看哈，那假设呢，它的情况如果是它只选择一颗石头的话，这个是只有一颗啊，这是只有一颗石头的话，那基本上呢，它就是扣掉啊，然后就把那个玩家他的得分把它扣掉啊，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扣掉 i 加1啊，i 加1，因为它可以选的石头是总共是有1颗、2颗或者3颗，所以当我们的 i 如果加2是小于等于 n 的话，那么它其实这个时候它可以选2颗石头。选择2颗石头的话，那它就要扣掉play 在 i 加2的值。那么当然，如果说 i 加3如果是小于这些石头的总数啊，就是 n 的话，那么它也可以选择3颗石头啊。这个时候它就要扣掉play 在 i 加3的值。好，那这个就是它整个的一个递回关系。然后最后呢，我们在这边注意哈，那基本上就是1颗石头、2颗石头、3颗石头，取它的 maxima， 然后当成我们的这一次 play 的一个要传回去的值。这个是它的整个那个递回的关系啊。那我们怎么去加上容器来记录这些结果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啊。我们当然就是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可以宣告一个所谓的一个全域变数所谓的 DP， 这是当成我们的一个容器啊。那 DP 呢，它的大小应该是 n 加1啊，因为要从0到 n 啊。那总共是 n 颗石头。那因为我们知道索引值是从0开始嘛，所以0到 n 减1，但是到第 n 颗的时候，它当然就已经没有石头了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值当然就是0啊。DP 在 n 的值是0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开始好，那然后呢，我们是递回哈，所以我们在计算过程当中，我们是会有记录的，也就是说，当你有记录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做下面的递回计算。好，所以我们先去检查，在第5行的地方，我们先去检查。我们当然，我们的这些的 DP 里面值，我们先是摆INT 里面最小的
最小的那个值基本上应该就是负的2的31次方如果它不是那个值呢，代表是它已经被计算，这时候我们就将 dpdi 的值把它传回去。所以那我们在最后第13行在 return 的地方呢，我们其实只需要将这个 result 呢，将它传给 dpi 那么它就可以达到所谓递回又使用有记忆的递回的方式。那这个在程式的执行速度，它会从指数时间降为线性时间这个当然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当然是在其他很多的程式设计都会用到的一个技巧比方说是计算Fibonacci sequence 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好，那么我们再看就是说你要去呼叫这 play 的地方那当然就是他希望我们将这个 Stone Game 3的这个方法把它完成嘛所以我们在32行的地方，我们先用取得 Stone Value 它这个整个应该讲阵列的一个 size 阵列的 size那个在 C++ 来讲的话，它就是 vector int 的 vector。然后呢，我们再配置值给 dp 这个阵列总共它的长度是 n+1每个都把它填是int 里面最小的值。好，然后我们将 dp 在 n 的值设为0，然后在35行的地方我们就呼叫刚刚我们定义好的 play 那原则上呢，当然是从它的参数当然就摆0这是摆0。好，那我们在37行到39行这个地方应该算是我们当中在除错的过程当中那原则上我们的 dp 主要刚刚漏了去讲，这主要它其实就是你应该来讲是它应该是所有的这样的 score 应该讲它的一个 difference of scores 两个玩家的那原则上当然就是你自己本身 score 越高越好对方的 score 越低越好这个就是要所谓的零和游戏嘛我们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讲，然后最后我们去看35行它的所得到 win 的值，它如果是大的话，大于0的话，当然就 Alice 就赢了嘛，就 return Alice 这个字串。如果小于0，这当然就 return Bob， 然后就 Bob 赢了。其他的可能就是win 等于0嘛，这时候就是 tie 所以这个是它整个程式的一个撰写的方式。好，那其实我们整个程式可以再将它做某一种程度的一个修改。好，那我们所以在这边我们是在画面的左边是原来的递回的方法，但是我们这个是有记忆体，也是有记忆的。好，那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迭代的类似for回圈的这样的一个程式，甚至它当中的记忆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可以把它降为所谓的有限
其实它的整个的改写方式大概就是如同我们这边所显示的。好，那这边呢，我们当然就是将它的函数的名称呢稍微修改一下。iterate play 里面的参数是一样的，原则上大概就是一个外层一个 for 回圈。那基本上因为它要比3个石头嘛，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 k0 值k0 原则上是3或者是跟 n 减 i 的极小那这样它这样加上去，它就不会超过 n 那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还有在修改程式当中，发现实际上这个 DP 它实际上它只要3个就够了，所以我们这边全部都磨掉3，全部都磨掉3所以我们藉由这样的手法，我们就达到有限的记忆体所以这个不仅在执行速度上来讲，它变快了，而且所需要记忆体也变得很少。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我们程式撰写部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相关程式实作的部分。好，那我们先进入LeetCode 的网站。那这是我们的在上面的程式的部分。那我们在这边有关 StoneGame 3的部分呢，我们其实都已经把它改成比较优化的情况所以就全部是磨掉3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整个执行一遍总共4个 case。这个前面3个应该都是他所提供的第4个是我们自己去创建的。好，那我们把它执行一遍。基本上都正确那我们看的人应该也不算太少了这边我们的 code 也附上一些英文的说明。那这是我们后来采用迭代 for 回圈的方式好，那有关于它的过程的部分呢，因为在这里我们还是在我们本期端呢，我们还是用 Dev-C 去写一下这个大体上都跟我们 submit 过去的程式是差不多的，但是在 iterate play 的部分呢，那我们是没有将记忆体优化了我们这边的话就没有磨掉3主要我们是希望能够将它所有的计算过程因为它这边的迭代是从由大而小从由大而小，那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用 DP 所记录下来的资料呢，我们都能够去看所以在这边38行到40行的部分我们有这样一个显示 DP 值的部分用回圈的方式当中也是cout。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我们是采用跟我们submit过去当中的那个第4个 case 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它这里的一个情形。我们这边是先用 iterate iterate play 等一下我们再改用那个另外一个单纯是 play 的那个方法。好，我们编译执行一下。所以基本上它是由
n 到0，好，所以最后是947，当然 Alice 就赢了，好，这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将这个 iterate 改成 play， 这个 iterate 把它拿掉，所以我们这边呼叫的就是我们的递回方法，但是我们这个递回方法是有含记忆体的啊，所以呢，我们看看编译执行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是跟刚刚是一样的。基本上也是一样，最后0的地方也是947啊，所以这个在执行上都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